如果说过去40年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升神话，那今天就是他们坠落神坛的真实开始。2024年，一个残酷的年份，全国平均工资增长停滞，房地产市值蒸发数十万亿，大批中产家庭断供、破产、裁员、降薪。原本在写字楼里喝着拿铁，谈着 KPI， 憧憬美好生活的他们，如今在手机里默默刷着拼多多，等着 App 发来3块5块的优惠券。这不是小说，这是现实。中产阶级正在中国经济的余震中一点一点消失。他们不是直接被打倒，而是被温水煮青蛙，逐步滑入贫困的深渊。今天我们要告诉你，不是你不努力，是整个时代抛弃了你。买房、买车，给孩子报昂贵的兴趣班，工作日去星巴克喝杯咖啡，假期飞去东南亚度假，这些曾经是无数中国中产阶级的日常图景。然而2025年的今天，这一切正在崩塌。雪崩的信号已经响起，中国中产阶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。曾经，中国中产阶级是全球经济奇迹的代名词。过去几十年，从赤贫到小康，中国人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崛起篇章。但如今，房地产危机、出口市场萎缩、人口危机、工资停滞，一连串的危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踵而至，将中产阶级推向了悬崖边。数据触目惊心，2024年，北京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16%，奢侈品在华销售额暴跌18%至20%，年工资增长率从2018年的9%骤降至4%至5%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这期影片将带你走进中国中产阶级的至暗时刻，揭开那些被掩盖的真相，用数据和事实告诉你为什么中产的梦碎了，未来又将何去何从。小李的中产幻梦。小李35岁，北京某互联网公司中层，月薪2万，妻子是公立学校老师，家庭年收入近40万。他们有一套价值600万的房子，每月还贷1.2万，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在上国际幼儿园。2018年，小李觉得自己站在人生巅峰，工资年年涨，年底奖金丰厚，夫妻俩计划再买一套学区房，给女儿更好的未来。然而2024年一切变了，公司裁员，小李的部门被砍掉一半，奖金缩水18%，月薪也降到1.5万。房地产市场低迷，他们的房子市值跌到450万，贷款却还得照还。幼儿园学费年年涨，夫妻俩不敢出去吃饭，连咖啡都换成了速溶。最让小李崩溃的是，他发现自己连跳槽的勇气都没有，整个行业都在收缩，40岁的同事已经被优化的不敢吱声。小李的故事不是个例，而是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缩影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 4.2%， 创下近10年新低。而与此同时，物价却在悄悄上涨，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的成本像一座座大山，压得中产喘不过气。曾经的黄金时代究竟去哪了？回顾过去，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0年代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堪称奇迹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占比高达 88%， 到2015年已降至 0.7%。大量农民摆脱贫困，进入城市打工，城市居民通过教育和奋斗进入白领阶层。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更是让无数家庭的财富翻倍，房子成了中产阶级的财富图腾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021年房地产危机如晴天霹雳，恒大、碧桂园等巨头接连暴雷，楼市成交量腰斩。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
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2%，房价平均下跌15%。对于将70%财富绑在房产上的中国家庭来说，这无异于一场财富雪崩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全球贸易环境恶化，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。2024年，中国对美出口仅占全球出口的14%，较2018年下降近30%。西方企业加速去中国化，苹果、特斯拉等将供应链转移至越南、印度。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重创，沿海工厂订单锐减，无数中小企业倒闭。数据说话，中产的钱包在缩水。2024年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5%以下，远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仅为4.8%，而2018年这一数字高达9%。更令人稀罕的是，企业奖金普遍缩水18%至20%，许多行业甚至取消了年终奖。与此同时，生活成本却在飙升。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，2024年教育支出占城镇家庭收入的比重从2018年的18%上升至25%。医疗费用、养老压力也让中产阶级不敢乱花钱。欧洲奢侈品牌协会报告，2024年其在华销售额下降18%至20%。LV、Gucci 门店门可罗雀，曾经的中产消费主力军，如今连商场都不敢逛了。消费降级成了中产的日常。曾经，中产阶级是消费市场的顶梁柱，他们追逐新款 iPhone， 热衷于环球旅行，孩子报读动辄数万的兴趣班。如今，消费降级成了常态。根据京东大数据，2024年低价商品销量同比增长35%，而高端消费品销量下滑22%。咖啡换成了速溶，健身房会员卡停了，外卖从海鲜大餐变成了10块钱的麻辣烫。焦虑成了中产的底色，不敢生病，不敢失业，不敢老。这是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的感慨，点赞数高达10万。中产阶级的焦虑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，2024年中国家庭储蓄率从2020年的32%飙升至40%。人们宁愿把钱存起来，也不愿消费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。人口危机加技术革命，中产的未来被偷走。中国的人口危机是中产阶级滑落的深层原因。根据国家统计局，2024年中国人口净减少550万，出生率跌至6.3千分号，创历史新低。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仍在发酵，目前每位退休人员对应的劳动适龄人口仅3.8人，到2030年将降至2.9人。劳动力短缺本应推高工资，但现实却截然相反。为什么？因为技术革命正在偷走中产的未来，机器人与 AI 中产的梦魇。为应对劳动力短缺，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。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，202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360台，位居全球第一。AI 技术也在零售、物流、金融等领域全面铺开。中国信通院预测，到2030年 ，AI 将取代中国15%至20%的基础岗位。这些技术进步看似高效，却在无形中撕裂了中产阶级。高技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薪资暴涨，而普通白领和蓝领工人却面临失业危机。根据麦肯锡报告，2024年中国收入差距扩大，基尼系数从2018年的0.47升至0.52，贫富分化加剧。西方教训正在中国重演。美国和欧洲的经验表明，技术革命往往导致赢者通吃。
高技能人才薪资飞涨，低技能工人却被挤出市场。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，过去20年，美国制造业工人岗位减少30%，而科技行业高薪岗位增长50%。中国正在复制这一轨迹，普通中产的上升通道被堵死，越来越多的人滑向底层。与西方国家相比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为薄弱。根据 OECD 数据，中国公共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仅为 5.2%， 远低于美国的 12% 和德国的 18%。医疗保险覆盖率虽高，但报销比例低。2024年，城镇居民自费医疗支出占总医疗费的 42%。对于中产阶级来说，一旦失业或生病，生活质量将迅速下滑。根据中国社科院，2024年约有 25% 的城镇家庭储蓄不足以支撑6个月的开支。这意味着失去收入的中产家庭很快就会跌入贫困线。政府的救赎遥遥无期。中国政府虽在讨论加强社会保障，如为临时工提供养老金，但效果有限。2024年财政赤字率已达 4.5%， 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20万亿元，经济下行压力让政府无力大规模投入。更重要的是，房地产危机的连锁反应仍在发酵，短期内难见曙光。2025年的中国，中产阶级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。房地产崩盘、出口萎缩、人口危机、技术革命，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，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将中产阶级困在其中。数据触目惊心，现实残酷无情，中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。最后，我想问在中国的你，你是否也为房贷、孩子、养老彻夜难眠？你还相信努力就能翻身吗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吧，让我们一起为中国中产的挣扎发声，为这个时代的泪水呐喊。